你说我是因为钱，因为沈家的资源和人脉嫁给你。作为一个利益的既得者，我承认，我现在所有得到的一切，跟你和沈家确实划分不了关系。所以我不想否认，是我先犯的错。我想向你真诚的道歉，而且我会真心的接受浩辰，就像你所期望的那样，我会好好的照顾这个家庭，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从始至终，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我是真的爱你。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怎么可能是假的？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那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我爱你。是真的爱你。你还是图名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就像你说的，我们之前说好的，无论在工作或者在家里，我们各司其职，互利互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很认可你的合作价值。等新闻主播转正通知之后，我还会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祝你步步高升。所以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是。对了，下一次没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我承认你的演技很好，但骗我一次，再骗第二次、第三次就不灵了。好吃，坐，一起吃。现在的我，就像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撒谎太多次，说真话的时候，没人再相信。沙滩上的城堡终究崩塌，一切咎由自取，半点不怨人。
当许妍看到突然出现的姐姐时，脸上并没有惊喜，反而是一脸的惶恐。许妍心里清楚，自己一直隐藏的身份就像一层薄纱，随时可能被姐姐的出现捅破。她担心一旦身份暴露，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于是二人决定先前往许妍家中休息一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突然前来。沈浩明是许妍身边的富二代，他的出现让许妍更加紧张。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许妍急中生智，这位是我是了解，他来找我。他让沈浩明暂时离开，然后带着所谓的表姐乔琳先找个酒店住下。来到酒店后，乔琳越想越生气，她觉得许妍自从搭上了富二代，就忘记了自己家人的身份，变得如此陌生和冷漠。她忍不住对着许妍发起了脾气，指责她忘本。而许妍始终认为自己和爸妈没有任何关系，在她心里，那个家给她带来的只有痛苦和伤害。她冷冷地看着姐姐，随后便准备离开。在离开的时候，她还特意强调自己不姓乔，而是姓许，仿佛这样就能彻底和那个家划清界限。我姓许。许妍。然而看着姐姐独自一人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她还是有些担心。犹豫再三，她选择了转账1万给乔琳，希望姐姐能在这个城市里过得稍微好一些。回家的路上，许妍的思绪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的她瘦小又怯弱，经常被一群孩子欺负。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是乔琳挺身而出，像一位勇敢的骑士一样保护着她。那一刻，乔琳的身影在许妍心中无比高大，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而此时在另一个地方，外婆正在和许妍的父母激烈的争吵着。原来许妍的父母为了能够生下一个男孩，结果把自己的身子弄坏了。更不幸的是，出生的许妍也因此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此次父母二人前来，是为了让许妍回去上小学。小小的许妍回到家中后，表现得异常懂事。咱们洗澡睡觉啊，走，妈带你洗澡去。妈妈，我会洗澡。成，咱们明天自个儿洗。那这样，把脏衣服脱下来，妈妈给你洗，好吗？妈妈，我会洗衣服。母亲如往常一样出门买菜，然而在离开的时候，她竟忘记关上煤气。这个小小的疏忽即将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家中的2个女儿乔琳和许妍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悄然逼近。煤气的味道在空气中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等到父亲回到家中，刚一打开门，一股刺鼻的气味便扑面而来。他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他来不及多想，迅速冲进厨房关上煤气，然后手忙脚乱地打开窗户。此时他看到了昏迷在沙发上的大女儿乔琳，没有丝毫犹豫，他一把抱起乔琳就往屋外跑去。而就在他慌乱地安置好乔琳，也就在这个时候，母亲买菜回来了。母亲这才如梦初醒，惊恐地意识到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女儿许妍。然而区别对待的阴影并未就此消散，在医院里，父母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乔琳身上，他们围在乔琳的病床前，眼神中满是担忧和关切，轻声细语地询问着她的状况，仿佛乔琳是他们的全部。而许妍就躺在旁边的病床上，无人问津。她的生日，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重要的日子，父母也能轻易忘记。许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时光匆匆，许妍步入了高3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是通往未来的桥梁。然而对于许妍而言，这座桥梁却似乎被无情地截断了。父亲来到老师办公室，与老师商议着不让许妍参加高考的事情。许妍偶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她的世界瞬间崩塌。她不顾一切地冲进办公室，眼中满是愤怒和不甘，大声指责父亲的行为。在众人的注视下，父亲和许妍来到楼下。父亲看着情绪激动的女儿，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家里经济拮据，没有足够的钱供养2个大学生上学。在父亲的心中，姐姐乔琳应该去上大学，改变家庭的命运，于是只能让许妍留在县城找工作。许妍听着父亲的话，心中的委屈如潮水般翻涌。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父母偏心的事实。为什么你们不要说咱们我就没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给乔琳？我难道不是你的亲生的吗？他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他的痛苦和无奈。然而父亲却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只要将女儿抚养长大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他看着女儿倔强的样子，心中的怒火也渐渐升腾起来。在情绪的冲动下，他忍不住扇了许妍一巴掌。这一巴掌狠狠地击在了许妍的心上，也彻底断绝了2人之间的父女情分。许妍哭着一路狂奔，回到了外婆的家中。外婆看到许妍满脸的泪水和红肿的脸颊，心疼不已，紧紧地将她抱住，给了她一个温暖而安全的港湾。许妍一路回想着以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那些被偏爱的瞬间。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一丝神秘，邀请许妍来自己的工作室。许妍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了工作室。工作室里，一株已经有16年的龙舌兰吸引了许妍的目光。沈浩明告诉许妍，他觉得今晚很可能是这株龙舌兰开花的时刻。许妍静静地凝视着这株龙舌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共鸣。龙舌兰一
辈子都在默默地汲取养分，他扎根于土壤，努力生长，就是为了能在最后的时刻开出一朵绚烂的花。这境地让许岩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他觉得自己和这株龙舌兰何其相似。此时的许岩又想到，龙舌兰开花是为了将自己花粉散去，遇到另一株龙舌兰，进而孵化出更多的生命，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自己生命的消亡，但是为了以后的未来，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献出生命。许岩看着沈浩明，心中涌起一股坚定的力量。他和沈浩明就如同这两株龙舌兰一样，如果他们相爱，那么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和挑战，他们都会坚定地在一起。仔细想一想，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后悔下个月才结婚，应该早一点把你娶回来。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让人万万没想到，许岩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婚礼中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竟狠下心将情同手足的姐姐乔琳说成是远方亲戚，还以各种理由认为婚礼不必邀请她前来。乔琳的父母得知女儿去了荆州，心里便隐隐觉得女儿此去必然会去找许岩，于是他们心急如焚地拨通了许岩的电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挂断的忙音。为了找到大女儿，两位老人没有丝毫犹豫，按照2年前许岩留下的地址，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荆州的路途。当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那个小区时，许岩正好带着沈浩明一家人出现在了小区里。许岩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父母，那一刻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小妍，妍妍。而就在这时，真正的两家人就这样毫无预兆地见面了。许岩精心编织的所有谎言，在这一瞬间如同泡沫一般被无情地戳破。沈浩明一家人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脸上满是愤怒与失望。他们认为许岩是为了骗婚才做出这一系列的事情，于是纷纷开始责怪许岩的所作所为，指责声如同潮水一般向许岩涌来，让他有些招架不住。就在许岩感到绝望的时候，于阿姨轻轻地将他唤醒。原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许岩自己想象出来的场景罢了。就在这时，沈浩明突然说道：“下午3点3叔的飞机就要到了。”众人无奈之下，只能暂时放弃做客，选择去接机。在送别沈浩明一家人后，许岩的爸妈也发现了他，随后他们也来到了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于是真假父母在此刻戏剧性的相见了。假父母看到情况不妙，连忙解释自己是婚庆公司的人，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此处。真父母看着即将结婚的许岩，内心开始慌张起来。他们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隐瞒这么多事情，而此时的许岩却冷冷地说出自己不打算邀请父母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这句话如同利刃一般刺痛了父母的心。愤怒的父母刚要发作，许岩却将姐姐的地址告诉了他们，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岩的父母按照地址来到了大女儿乔琳的出租屋内。在寸土寸金的荆州，乔琳只能合租一间小小的房间，生活过得十分拮据。这次她打算在荆州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开启新的生活。在与父母的交谈中，乔琳竟然得知了妹妹许岩竟然打算结婚的消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她来到了许岩的家门外。就在家门外，乔琳看到了许岩的假父母，随后从许岩那里得知了一切真相后，乔琳终于明白了妹妹最近做出这些荒唐事情的原因。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骗他一辈子。原来许岩一直渴望嫁入沈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甚至伤害到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然而许岩却觉得以后的事情可以以后再慢慢解决。在他看来，为了能够嫁入沈家，自己只能做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事情。此时的许岩眼中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光芒，他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当他第一次看见沈浩明的时候，仿佛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明。沈浩明是他见过唯一一个对他负责的人，在他心中，沈浩明就是那个能带他走出困境走向幸福的人。为了这份所谓的幸福，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这场由谎言引发的婚礼风波究竟会如何收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如同那迷雾中的道路，让人看不清前方的方向。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当姐姐乔琳终于找上门来，将所有的事情都了解清楚后，她才惊觉妹妹在这个节骨眼上似乎真的邂逅了所谓的真爱。然而乔琳的内心依旧充满了忧虑，在她看来，谎言终究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到那时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可能化为泡影。可此时的许岩却陷入了自己的执念之中，他觉得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而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他生命中的救赎，是他无论如何都要紧紧抓住的。在他心中，事业和爱情缺一不可，他
他坚信自己有能力将这两者都牢牢掌控在手中。告别姐姐后，许妍独自坐在家中，品尝着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原来沈浩明在查看婚礼名单时，发现自家那边来参加婚礼的家人数量众多，而许妍这边却只有他的爸妈和2位同事。许妍见状只好无奈地解释，称家中亲戚平时不常走动，彼此关系比较疏远，所以不想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婚礼。就在这时，沈浩明不经意间提到了姥姥，他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诚恳地说自己想陪着许妍一同回去探望姥姥。许妍心中一紧，他深知如果沈浩明一同前往，自己的谎言将会彻底暴露。于是他急中生智，以公司业务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他亲自处理为由，巧妙地拦住了沈浩明。挂断电话后，许妍陷入了沉思，她绞尽脑汁地思索着该如何继续圆这个谎言。就在这时，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母亲在电话那头鼓起勇气说，自己毕竟是许妍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想要参加女儿的婚礼。然而没等母亲把话说完，许妍便心急如焚地挂断了电话。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意外，她迅速将电话备注中原本的妈改成了母亲的真实姓名。经历了这场电话风波后，许妍决定搭乘大巴车回到那个熟悉的姥姥家。当大巴车缓缓停下，高叔开着那辆三蹦子前来接她。坐在三蹦子上，许妍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个充满温暖和回忆的地方。三蹦子一路颠簸前行，终于停在了姥姥家的小院前。许妍迫不及待地走进院子，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忙碌的姥姥。姥姥正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摘着桂花。许妍心中一酸，赶忙快步上前，轻轻扶着姥姥从凳子上下来。随后她挽起袖子，帮助姥姥采桂花。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然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夜幕降临，许妍和姥姥坐在院子中的石凳上，吃着新鲜的水果，月光洒在他们身上，为这个宁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温馨。许妍犹豫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向姥姥说起了自己谈的那个男朋友，还提到自己打算下个月就结婚。姥姥听到这个消息，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许妍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后她缓缓地说起了爸妈来到了荆州，还表示自己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不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不会让他们再去荆州了。姥姥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许妍，她原本打算把许妍的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幸福。然而许妍却委婉地说起路途太远了，不希望姥姥太折腾。可听到许妍这样说，她知道许妍有自己的难处，于是姥姥便说起自己不想去了，并让她以后带来结婚照片就行。那一夜对于许妍和姥姥来说都是一场揪心的夜晚。当许妍将剩下的水果放进冰箱时，意外地看到了冰箱中满满的都是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那一瓶瓶桂花蜜仿佛是姥姥对她无声的爱。许妍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对姥姥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爆发，那些被她压抑在心底的思念和愧疚，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我一定会接你到荆州去的，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许妍自幼便在姥姥的悉心照料下长大，内心中对姥姥的情感也格外深厚。当她独自坐上返回荆州的大巴车，而她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那些与姥姥共度的珍贵时光。小时候每一次生日回到姥姥家，姥姥早早的就为她准备了香甜的生日蛋糕，让年幼的许妍满心欢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姥姥语重心长地对许妍说，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考上好大学，离开这个偏远的地方，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姥姥的话语也成功照亮了许妍前行的道路。许妍没有辜负姥姥的期望，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成功考入了荆州传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当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激动与喜悦涌上心头，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姥姥，想要与她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为了让许妍能够在大学里过上美好的校园生活，姥姥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许妍。那一张小小的银行卡承载着姥姥无尽的爱与关怀。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许妍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让姥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大学期间，许妍不仅在学业上刻苦钻研，还利用课余时间做各种兼职。她穿上厚重的玩偶服，穿梭在餐厅的各个角落，还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当起了家教老师。而她省吃俭用，将剩下的钱寄回去给姥姥，只为报答姥姥曾经的养育之恩。回到荆州后，许妍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变化。刚与她见面的沈浩明满心欢喜地送给她一颗20克拉的大钻戒。此时的许妍心中五味杂陈，她深知自己曾经为了某些目的撒下了谎言，如今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弥补那些过失，去报答那些自己对不起的人。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意外地见到了一个老朋友方磊。陈总好，我叫方雷，接下来为您汇报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
方磊身着干练的职业装出现在沈浩明面前，随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给沈浩明介绍对于本次竞拍土地的看法。他的见解独到而深刻，让沈浩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下班之后，沈浩明特意找上了方磊，他心中充满了好奇，便问起方磊为何一声不响地回国并来到自己的公司。方磊嘴角微微上扬，打趣地回绝了这个问题。接着他拿出了一张曾经大学时期沈浩明送给自己的衣服照片。你大二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了这件奖品，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然而他们二人的举动却被一旁的许岩看得一清二楚。许岩发信息告诉沈浩明自己已经到楼下了。接到信息的沈浩明下意识地向方磊展示起手中的戒指，语气坚定地说自己准备结婚了，还表示有机会会介绍给他认识。说完他便匆匆告别了这位老同学。但很快许岩和方磊便迎来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许岩打听到方磊在学做菜，便也来到了厨房之中。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说起二人似乎在金达集团见过。方磊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了礼貌的微笑。你好，我是许岩。你好，我是方磊，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此时的方磊也说起了他们家与沈家是世交，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许岩听后心中暗自警惕，他将方磊当成了潜在的对手，表面上却亲切地称方磊为妹妹。这看似友好的称呼，实则是在向方磊宣示着自己的主权。随后许岩看着方磊做好的沙拉，他便上前请求品尝一块。吃完后，他热情地邀请方磊去吃饭。在饭桌上，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方磊看着细心照顾自己的许岩，便说起在留学的时候沈浩明对自己的照顾。他还提到以后在公司可能还要麻烦沈浩明。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眼看在言语上似乎占不到上风的方磊，便说起了许岩这么漂亮，和沈浩明即将要结婚，自己准备给二人当伴娘。在这场爱与较量的复杂乐章中，许岩、沈浩明和方磊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的故事有将会如何发展？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许岩身着一袭洁白如雪、精致绝伦的婚纱，宛如从童话中走出的公主。她手捧着馥郁芬芳的鲜花，缓缓地朝着站在台前的爱人沈浩明走去。此刻，沈浩明身着笔挺的黑色西装，眼神中满是深情与期待。当许岩终于走到他身边，两人相视一笑，随后他们一同挽起手臂，迈着坚定而又和谐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那象征着永恒与幸福的婚姻殿堂。在众人的瞩目下，他们来到了台前，司仪面带微笑开始主持这场神圣的仪式。许岩和沈浩明在司仪的引导下，缓缓伸出双手，交换着那承载着彼此承诺与深情的婚戒。当两枚婚戒稳稳地戴在对方的手上时，仿佛时间都为之静止。紧接着，在这幸福洋溢的日子里，他们相互拥吻在一起。台下的众人被这温馨浪漫的一幕所感染，纷纷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一同见证着这美好的瞬间，为他们的爱情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然而，婚礼的热闹氛围还未完全消散，仪式结束后，众人便开始忙碌地招待剩下的宾客。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真正的外国大学老师许叔叔。许叔叔夫妻二人不经意间看到结婚照上的许岩，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岩？是有点像啊，是他吧？许叔叔随后来到许岩面前，许岩看到他的那一刻，内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慌张起来。他最担心的事情似乎要发生了，他害怕许叔叔的前来会无情地揭穿他父母的真实身份。毕竟这场婚礼上他所呈现的父母形象都是精心伪造的。于是他强装镇定，试探性地问起许叔叔本次回国的原因。当得知许叔叔要多留在国内几天时，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沈浩明恰巧来到了这里。在众人的热情邀请和一番介绍之下，许叔叔成功被邀请前去一同参加宴会。此时的许岩内心之中变得极度不安起来，就连在给宾客们敬酒的时候，他的眼光还是不断偷偷看向一旁的许叔叔，生怕他会突然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就在这个时候，许叔叔竟然和贾父母之间碰面，并开始交谈起来。许先生，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哦，建筑行业，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是吗？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许岩看到这一幕，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感觉事情开始走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方向，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即将被无情的戳穿。也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看出了许岩似乎有心事一般，眼神中满是关切，他轻声让许岩前去照顾爸妈。许岩听到这话，急忙出现，巧妙地缓解了即将要露出马脚的谎言。随后为了彻底消除这个隐患，许岩灵机一动，提议让众人一起合一张照片。随后他示意贾母动手，自己则假装要去叫沈
沈浩明匆匆离开。随着贾母故意推倒贾父的胳膊，红酒瞬间洒在了许叔叔的身上。许叔叔微微一愣，随即笑着说出自住在楼上，自己去换套衣服就行了。这场危机也终于暂时被缓解了。许岩长舒了一口气，但心中的不安却并未完全消散。另一边，沈浩明带着方磊向一众朋友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妹妹，法律系毕业，如今还单身。方磊本就气质出众，再加上这番介绍，很快便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很多人纷纷主动加上他的微信。等到忙完一切的沈浩明回到房间中准备休息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方磊的信息。无边泳池间，你说喝醉的人是不是很容易淹死啊？随后，沈浩明看着睡着的许岩，心中经过一番挣扎后，决定前去面见方磊。他本想着让醉酒的方磊尽快上岸，然而方磊却自顾自地说自己想要在这里醒酒，眼神中带着一丝倔强与落寞。就在沈浩明准备无奈离开的时候，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对谁都不好。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见面的事情已经被许岩尽收眼底。这场婚礼所带来的风波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沈浩明与许岩大婚当夜，方磊竟在这个特殊时刻向沈浩明毫无保留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意。不仅如此，方磊还对许岩冷嘲热讽起来，直言许岩刚见面时就刻意装作清纯的模样，在他眼中许岩俨然成了一个心机深沉的女子。当他追问沈浩明为何要与许岩结婚时，沈浩明面色微沉，并不想回应这个问题，随后便匆匆离开了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地方，只留下方磊一人站在原地。第二天原本是沈浩明和许岩满心欢喜准备去国外度蜜月的日子，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方磊竟然不期而至。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紧张的气息，二人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吵了起来。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小插曲并没有给许岩带来过多的困扰。在异国他乡，他尽情地享受着这段美好的时光，与沈浩明一起漫步在浪漫的街头，欣赏着别样的风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回来后，他们惊喜地发现方磊此刻也与上一次在婚礼上认识的男生走到了一起。看到这一幕，沈浩明和许岩相视一笑，仿佛之前的那些不愉快都已烟消云散。随后，沈浩明便准备和许岩一起回家看姥姥，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姥姥的思念与期待。看到沈浩明和许岩相处得如此开心，不禁让人感慨，遇到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是多么难能可贵。终于，二人一同来到了乡下老家，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姥姥。三人相见，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姥姥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热情地招呼着他们，随后便开始忙碌地准备为沈浩明做一顿丰盛的饭菜。然而就在沈浩明和姥姥谈起许岩家庭情况的时候，许岩突然带着结婚照出现在此，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许岩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紧张与期待，他拉着沈浩明一起去将结婚照挂起来。等到晚上的时候，为了防止姥姥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许岩便打算和姥姥睡在一起。然而就在即将要睡觉的时候，姥姥缓缓开口说起了一件事。你爸爸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了，说他肺上有肿瘤。虽然幸运的是肿瘤是良性的，但医生叮嘱以后不能再操劳了。第二天，姥姥刚出门就发现了已经早起来的沈浩明，二人便决定一起前去买菜，一路上有说有笑。此时的沈浩明说起可以接姥姥前去荆州居住，这样能更好的照顾她。然而姥姥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不愿意去大城市生活，她觉得乡下才是自己的根，有着熟悉的一切。随后姥姥说起许岩是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让沈浩明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许岩，眼神中满是嘱托与期待。另一边，许岩始终放心不下父亲的情况，他深知父亲独自生活的不易，于是便将一份信送到父亲门前。父亲打开信后，才发现里面是许岩的银行卡，里面的钱治病了，立马乔玲生日。然而回到荆州的许岩和沈浩明并没有闲着，二人一起来到了一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青石板上。就在许岩正在欣赏着四合院的时候，突然沈浩明说出了一件让他震惊不已的事情。原来这间四合院已经属于许岩了。沈浩明考虑到许岩想要成为新闻主持人，而这个职业必须要结交广泛的人脉，于是便精心策划，让许岩利用四合院去结交更多的人，为他的事业助力。随后来到房间中的沈浩明还贴心地为许岩量起了身高，动作轻柔而又充满爱意，仿佛这是为许岩弥补小时候缺失的经历，让他感受到被宠爱被呵护的温暖。在这个充满爱的家里，许岩和沈浩明的未来正如同这四合院中的阳光一般明亮而又充满希望，他们将携手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别吞吞吐吐，说。皇祖说你是太子爷，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沈浩明志在必得的18号地项目竟横生波折。对方公司黄总听闻沈浩明是太子爷，并不想与他过快的签订合同。沈浩明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虽心中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他只能暂时按照原计划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回到家中，妈妈看着沈浩明疲惫又烦闷的神情，心疼不已，便劝说他刚进公司，很多事情处理起来难免棘手，有些难题还是先让你爸爸去解决为好。毕竟面对新人，合作时难免会有所顾虑。沈浩明听着妈妈的话，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妈妈是为他好，但自己内心的那股倔强和想要证明自己的决心，让他一时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就在这个时候，许岩敏锐地察觉到了沈浩明此刻的烦闷与苦恼，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决定要为沈浩明做些什么。到了晚上，许岩轻轻拉着沈浩明的手，二人一同来到了泳池旁边的台阶旁。许岩从女佣那里打听到，台阶上有一处沈浩明小时候做的石雕。原来小时候这处台阶缺失了一角，父亲本想着找人修补，却被年幼的沈浩明拦了下来。沈浩明凭借着自己稚嫩却充满创意的想法，亲手制作出了这个石雕。此刻在柔和的月光下，许岩看着石雕上面有一只小熊和一扇窗户，他意识到这只小熊就如同小时候的沈浩明，躲在房间中。虽然内心可能充满了孤单与无助，但他却总是把所有的不开心都深埋在心底，只展现出开心快乐的一面给外人看。所以我就给他安了一盏小灯，希望可以驱赶走那些不开心的阴霾，不再这么孤单。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希望沈浩明能明白，真正的伴侣不仅能看到他的光芒，更能与他一同分担生活中的风雨。终于，浩明被许岩的真诚和温暖所打动，那道一直紧闭的内心防线渐渐有了松动的迹象。他轻轻将许岩拥入怀中，二人在这静谧的夜晚紧紧相依。师傅，是附近最好的酒店。附近最好的酒店，就只有阳光酒店了。除了阳光，别的什么酒店都可以。好的，知道了。邓南星，你难道只能用这种方式得到他吗？师傅，不去酒店了，开出去吧。啊，又不去了，那咱去哪儿？先出去再说吧。
你好，那个你帮我查一下邓兰心住哪个房间？对不起，我们酒店规定不能透露客人的信息。她是我老婆，请你帮我查一下行吗？实在抱歉，这个真的没办法帮到你。喂，什么事啊？林叔，你听清楚了，现在向晨和兰心开家酒店去了。你说什么？你说清楚点儿。现在向晨跟我老婆邓兰心开酒店过夜呢，说清楚了吗？不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不是向晨。他那么大人，我能看错呀？我自己媳妇儿能看错了？你闭嘴！你胡说什么？不可能，向晨不是那种人，不可能。喂，向晨。向晨哥现在在我身边睡觉呢。你在哪儿？我在哪里？我想想啊，我现在应该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面吧。宾馆？你是不是又把向晨灌醉了？这一次可是向晨哥自己心甘情愿的。你都已经那么对不起他了，难道你就不允许他报复你一下吗？让向晨接电话，我要跟他说话。他现在已经睡着了，刚才太累了。他现在睡得正香呢。对了，我让你听一下他的呼吸声吧。林叔，你听到了吗？向晨哥他其实很想离开你，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张口。如果你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你还是放手吧。难道你看到向晨哥这么痛苦，你就满意了？行了，我要挂电话了，我也有点累。说不定一会儿向晨哥醒了，还需要我陪他呢。不可能，不可能！突然就停不下了。有人是想念，有人是贪婪的一面，舞台就这么一点点，向晨，我们转来转去，向晨，还是要转到彼此面前。所有的风险要自己周旋，分分合合就当是一种考验。如果我还不知道站在原点，一定是冷
不可能。如果和你绕着一颗同心圆，我就不会害怕世界改变。如果我还曾心的站在原点，一定是向往了所有悲伤誓言。如果心里充实了无边思念，爱情总会有明媚的春天。我跟你说的话，你现在听清楚了。现在兰心和向晨在酒店开房睡觉呢。张扬，你有病吧？你看错了吧？我希望我看错了，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俩进的酒店，上床呢。听明白了吗？不信你打电话问林叔，问他见向晨了吗？你警告林叔，让他看好向晨。妈，林叔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你今天和向晨在一起吗？你们俩有没有和好啊？你问这个干嘛？张扬说向晨和兰心现在在宾馆开房间呢。妈，能不能不要听张扬胡说八道？向晨一整天都陪着我，怎么可能跟兰心去酒店呢？我就说嘛，向晨不是那样的人。张扬又编胡话，就想挑拨你和向晨之间的关系。行，没事就行了啊。不用担心，我没事。早点睡吧，晚安。张扬，你有毛病啊！林叔和向晨都一直在一起，一直在一起。你打电话来，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问问他在哪儿呢？你说你过去看看他，或者你让向晨接电话，打一个我听听。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怎么了？关机了。关机了。是林叔在骗你。反正我告诉你，我跟兰心之间没有感情，照样生活。他和向晨行吗？啊？你说兰心和向晨之间的事情是真的？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像骗你吗？我疯了，编瞎话给自己戴绿帽子。动动脑子行不行？哎，向晨哥，你醒了？我们怎么在车里啊？昨天晚上你喝醉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回来，所以我就让司机停在这儿了。
你陪我待了一晚上。嗯，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如果你愿意，我愿意每天都陪你坐在这儿。早上的空气真好啊！是啊，我也觉得这里特别的舒服。你昨天喝醉了，胃一定很难受吧？我陪你去吃点东西啊。还是算了吧，我回家换件衣服就去上班了。下次我请你吃饭。那你说的，不准耍赖。好，我送你去拿车吧。好啊。什么时候过来的呀？我昨天晚上特别想你，我就过来找你。可是你不在，我等了你一晚上。我昨晚喝多了，对不起，对不起。你回来就好。那我走了。睡一会儿吧。林叔，好好休息，累了一晚上了。我要上班呢，走了。林叔，你也能体会到被爱人背叛的感觉了吗？你会跟我一样痛苦吗？兰心，找我有事吗？昨天晚上我成了向晨的女人，这一次可不是什么假照片，是真真正正成了他的女人。我没想到向晨哥这么温柔，他对你也一样温柔吗？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林叔，向晨现在是我的男人，你明白吗？张扬可以是你的，可向晨哥只能是我的。如果你这一个星期内不离开他，如果你还敢让他伤心，你妈就会被我们家扫地出门。
兰心啊，兰心，兰心，你怎么那么晚回来啊？怎么了？不行吗？不是，你昨天晚上没回来，奶奶和爸爸都很担心你。你去哪儿了？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你知道的话会更难受的。哎，兰心，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跟向晨哥在一起。你真的跟向晨在一起？怎么了？不行啊？兰心啊，向晨是你姐夫，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姐夫？你真的以为向晨哥会娶林殊吗？李晴，不光是林殊，还有你，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我们邓家的女主人是我妈妈夏玲，不是你这样的女骗子。去哪儿了呀？我不想说，可以吗？我是你丈夫，你这一夜没回来，你好歹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老公，那你有把我当做你的妻子吗？还是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傻子一样耍来耍去？你是不是和向晨在一起啊？那你猜猜看啊。张扬，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流产吗？知道啊，不是说从楼梯上滚下来了吗？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从楼梯上滚下来吗？是因为林殊。是因为林殊怕我把你们的事实告诉爸爸，所以他才把我推了下来，所以我才流了产。是林殊害的兰心流产，你知道吗？你知道，对吗？这只是个意外。哪有这么多意外？他怕我害兰心有个孩子，影响到你在家里的地位，对吧？所以制造了意外。张扬，你以为我们像你这么卑鄙吗？你们还不够卑鄙吗？兰心怀上孩子有多难，你知道的。你们害她流产，你对得起杜明觉吗？谁让兰心流产了？妈，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啊？奶奶，是谁让兰心流产了？是你的女儿吗？你说，妈，你听我解释。你给我闭嘴！张扬，我问你，是不是林殊害得兰心流了产？张扬，你不能乱说话的。妈，你听我解释，真的不关林殊的事情，只是个意外。妈，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是你的孩子，让兰心流了产。不是，妈，你说你这当母亲的跟女儿干什么？你干什么？妈，你听我说，滚出去！滚出去！我滚出去！你滚出去！妈，妈，奶奶，奶奶，妈，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快！妈。
奶奶怎么样了？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就是情绪上受了一点刺激。医生要我们注意她的情绪。李娟，妈真的没事儿。等奶奶醒过来，肯定会闹得天翻地覆。徐总啊，哎，我张扬，你现在有时间吗？咱俩见一面。好，我现在过去啊。夏琳，妈今天究竟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受刺激啊？这个，你问李琴吧。李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妈醒了，叫你们。妈，你有没有好一点？奶奶，妈，好些了吗？林觉，李晴呢？妈，你还没有滚。妈，你给我过来。妈叫你了。离近点儿。怎么？妈，你给我滚！你这个扫把星，你给我滚！你滚出我们家门！你给我滚！你给我滚！爸，不怪奶奶会生气，是李晴跟张扬骗了我们所有的人，把我们家搞得一团糟。你说什么？他们处心积虑在我们面前演戏，就是为了张扬跟林叔来继承阳光酒店，为了怕我生下孩子，林叔还害我流了产。李琴，兰心说的是真的吗？你李琴，你给我滚！林觉还得追他，追他干什么呀？让他走，让他走！妈妈，来消消气。你别跟我说这事儿。你说呀，他们都是惦记着咱们阳光酒店。你说，那个林叔、张扬还有李晴，这都是什么人呢？你说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妈，犯不着跟这种人生气啊！你消消气，消消气。快气死我了，真把我气死了。喂？什么？逛什么街呀？我们家出大事了！你说什么？林叔和张扬是夫妻？我妈都快被气死了。我看呀，我哥也快崩溃了。林叔的前夫是张扬，他和前夫一直黏在一起，还想让我们向晨替他养着和前夫生的孩子。天哪！不知道我们家向晨知不知道这件事？叔叔，我不想回去，我想玩球。佳佳想玩球啊，那得看妈妈同不同意了。那就玩一小会儿啊！我回去做晚饭，给我吧。少年，走了。都站住！快站住！
哪儿了呢？向晨，何阿姨，你怎么会在这里？今天周末，所以我和向晨一起回来。你可真行。张扬是你前夫吧？你们平时在公司没少眉来眼去吧？可是你搞清楚没有？现在张扬是蓝心的老公，是你的妹夫，你们依然拉拉扯扯搞不清楚。我和向晨还让你们蒙在鼓里，你可真能装啊！何阿姨，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狡辩？我告诉你，我们家不欢迎你，滚！何阿姨，现在就滚！何阿姨，何阿姨，你听我说，何阿姨，滚！何阿姨。小脏猫，妈妈，我要洗手，我刚才玩就摔倒了。佳佳，等洗好手了，我们再玩啊。阿姨来了。我妈来了。向晨，我先跟佳佳回去了。回去？那为什么回去啊？是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吗？改天再说吧。佳佳，走。妈妈，我还要玩球。改天再玩啊。我们走了。林叔。妈，你跟林叔说什么了？林叔和张扬的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我选择理解他，原谅他。这么大的事他都敢瞒着你，你还选择原谅他、理解他？因为我爱他。就算他欺骗我也好，害我也好，我还是要喜欢他。你中了林叔的邪了，你！对，我就中他的邪了。不管他以前发生过什么，他前夫是谁，他跟谁有过孩子，我就是爱他。不可以吗？不可以吗？可以。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说你是我何宇的儿子。妈。